赚钱是能力，花钱是智慧。因为你会发现，钱花在不同的地方，就长出来不同的果实。能听懂挥手。如果你把钱花在学习上，你就会长智慧；如果你把钱花在吃喝玩乐上，你就会长肚子；如果你花钱花在嫖和赌上，恭喜你，你就会长业力。所以我接下来要给大家去分享一下怎么花钱，如何花对钱，花了你越来越有钱。那么花钱的第一大福报资产，写下来一句话：花钱给父母，因为父母是在世的在世佛，无需去寺庙拜佛，请你先照顾好你家里的这2尊佛。能听懂的请举手。孝顺父母，供养父母。供养父母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运气和福气和福报。能听懂挥手。公公婆婆也是父母，岳父岳母也是父母，养父养母也是父母。那如果你是被别人抱大的，寄居在其他家的，那所有照顾过你的人皆为父母。还有师父如父，师母如母，尊师重道，方为合道。那么我想说一句话，你人生的历届，在你走路吃饭以及上学，不是说来到我们这个课堂周老师和杨老师，是你人生一定经历过无数的老师。你会发现一个人是这样的，他如果诋毁一个老师，你会发现其实他的学生就会诋毁他。但是如果他感谢他每一个老师教给他的东西，哪怕老师自己没做到，他都要照见自己做得更好，帮助老师去做得到。行出来的时候，他就行在了感恩之心的路上。尊师重道，也念尊师重道，就合了道本身。所以孝顺父母，供养父母里面，我刚刚讲的这类群人都算。能听懂的请举手。好，来，花钱的第2大福报资产，写下来一句话：花钱的第2大福报资产叫做花钱给自己。花钱给自己2个方面，写下来叫做内在和外在。内在是让自己走上学习实修精神成长，外在是让自己在物质上、形象上、气质上也要匹配。一个女的，对吧？啥也不收拾，啥也不打扮，出去丢人现眼的，还觉得老公嫌弃你，你应该自己照照镜子，你自己嫌不嫌弃你自己？你永远记住，没有一个人通过你邋遢的外表会去了解你那颗善良的心。所以我们要对自己好一点，因为对自己好一点，就是对全世界好一点。听懂请挥手。还有一定要花钱给自己学习成长，因为在财商领域，只有脖子以上是最值得你去学习跟实修的智慧和践行的智慧。能听懂请举手。在我看来，生命什么时候枯竭了？不成长的时候就已经枯竭了，如行尸走肉。听懂的请举手。还在婚姻里面从来没有出轨的男人和出墙的女人，只有不成长的另一半或自己。第3个，花钱给伴侣，夫妻同修，我们要把爱给到我们的伴侣，以及要了解，懂爱才是爱，不懂爱就是控制的伤害。所以我们要了解伴侣之间不同的情感需求，切莫用兔子用胡萝卜去钓鱼，还怪鱼不吃胡萝卜，觉得男人不爱我，或者是女人伤害了我。然后男人的情感需求你们一定要记下来：相信、信任、支持、认可、崇拜、自由，这是男人最重要的情感需求。女人想让自己的婚姻好，就用男人喜欢的情感需求与男人相处，与他人要顺应人性，与自己要反人性。能听懂请举手。反人性是指在习性上，在负面念头上，如果是正面的，那就升级迭代成功到成功。能听懂请举手。好，那女人的情感需求写下来：陪伴、倾听、浪漫、忠诚、安全感。女人最重要的是安全感，男人是最重要的自由。所以男人很讨厌女人什么时候都跟自己在一起，然后女人就会觉得你得到了我就不珍惜我，其实他想命活得久一点，爱你时间多一点，所以请你给他自由。因为全世界据我所知，没有一个男人受得了一个恋爱脑的女人。第1年很幸福，男人感觉自己被需要；第2年很痛苦；第3年生不如死；第4年想着我宁愿做陈世美。听懂请举手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生命最重要，所以婚姻里面真正出轨的第3者是不成长。来，花钱给孩子建立4观、价值观、人生观、世界观、宇宙观。你们一定要按照4观的维度带孩子见世界，没有见世界何来世界观？没有观人生何来人生观？没有正确的仁义礼智信的君子教育何来价值观？没有天地最大道最大何来宇宙观？所以父母的高度就决定了孩子的起跑线，这个高度跟钱没有关系，跟认知有关系。所以你们的学习代表着你们家庭的螺旋式的成长，
不是你先改变，又是谁呢？并且如果可以，给你的孩子一定要最早时间找人生教练，因为你的孩子跟你不一样，他没有那么多的东西加载在那里要清除掉，它是一杯干净的白水。我们需要做的只是扩大它的容器，根本不需要去春杀它那些旧有的错误观念，因为它还来不及形成错误观念，它可以一起步在它创造者的思维里面就遇到好观念。第5个，花钱给到家族。如果你的父母好了，你不能让你的爷爷奶奶也好，你不能让父母的兄弟姊妹也好，你不能让你爷爷奶奶的兄弟姊妹也好，你不能供养整个家族的长辈也好，你会发现你的力量是有限的。我们经常说一个人能取得多大的成就，就是他心里装下了多大的人。老实说，一个人的事业有多大，就是因为他拉动了多少人的力量来助这个人的事业。那我想说一句话，如果你在家族里面只是想让你的小家过得好，你最多就只是你一个小家庭的力量。如果你想让你的整个家族过得好，你就活在了光宗耀祖的维次。你会发现，不管是你们活着的家族力量，还是你祖下的祖灵力量，都在滋养你，都在推动你，都在让你充满了无形动力去获得你更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。来，第6个，这个非常重要，因为这个是基因得的，花钱给到祖宗祠堂，祭祀祖先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清明节一定要祭祀，甚至在中国人的传统骨子里，其实清明节比过年都大。能听懂请举手，这个是一定要做的啊。好，来第7条，花钱给到员工父母。很多人说，老师我还没有员工呢，我自己还打工呢，那没有关系。那你立志，当你学会了财商创业以后，你未来给到能听懂的请举手。花钱给到员工的父母，身教大于言教。因为汇成真的就是借由周文强老师和杨云老师真践行，我们让很多伙伴看得到，我们都孝顺他爸妈，他就开始孝顺他父母了。这就是同频共振榜样的力量的带动作用，用爱来唤醒他，用身教大于言教的方式来让他走向觉知，能听懂挥手，然后让员工也能够进行孝道，知行合一。更加重要的是，一个合格的懂财商的老板只会生命里面做一件事，带上你的员工一起走向生命的成长，而不是把他们当成赚钱的工具。你的眼里有他们，你的员工才是你企业最好的客户，经由你对他们好，他们也会把你的好带给你的企业的客户。能听懂的请举手，因为他们是媒介。好，来第8条，花钱做慈善和公益。我们要学会让爱传出去，花钱做慈善和公益。慈善是自己做了就结束了，可能都不报道。公益是什么呢？公益是我为这个社会付出了什么是小意思，我为这个社会激发了是什么意思，是大意思。这是周文强老师说的，也就是我做了，我要带动更多的人和我一起做，不是为了炫耀我做了什么，而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多去做什么，为他积累福报。能听懂请举手。好，来第9条，花钱进入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智慧布施、福布施和传承布施。就是你得到的就要给人，你学到的就要教人。你今天凡是所得到的，都是曾经你所付出的。有些人得到了负债，有些人得到了病痛，有些人得到了痛苦，那是因为你曾经一定付出了抱怨，一定付出了没有高认知的贪婪的投资等等，一定付出了缺乏财商的行为。那如果你今天得到的是千万富翁、亿万富翁、身体健康、家庭幸福，那也一定是你曾经给出了合道的、感恩的、幸福的、经营的道法术期的种子。能听懂挥手。而花钱的第10条叫做花钱立志成为圣贤。我们人生所做的一切，老子也说过，孔子也说过，佛陀也说过，全世界最伟大的人物其实都说了这句话：无财不养道。就是我们能生命下来的这一辈子，我们绝对不是为了解决生存，绝对不是为了只买好看的衣服，打扮我们好看的皮囊。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：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。而我们的有趣是来自于我们会去让自己成为圣贤，所以一定要花钱给自己立志成为圣贤，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，成为更正确的人，成为一个在你的家族里面能够在你100年之后生生世世传承，然后你人消失了，你的故事永远不消失的那个人，让你正确的思想传承下去，帮助到更多的人。在你的家族里面，如果有一个人会成为这个时代的引领者，不是你又是谁呢？所以当花钱的这么多福报资产你不断的去做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完全不一样了。